杨戬认真地答了一句，俯身做道揖，而后转身驾云，在玉鼎真人与太乙真人的注视下，朝着这一片大千世界落去。太乙真人笑道：莫要让几位道友久等了。玉鼎真人答应一声，一同驾云赶往西南方向。这话自是说给杨戬听的。正驾云前行的杨戬嘴边露出少许苦笑，并未扭头多看，而是临时选了一处落脚之地，朝着此地的一处凡人城镇落去。杨戬刚刚落地不久，3道身影于天外现身，点了一面云镜术，观察杨戬一举一动。太乙真人饶有兴致地问：长庚师弟，后面怎么安排的？你安排的人何时能跟杨戬师侄遇到啊？师兄不必着急，先让杨戬熟悉熟悉凡俗。若是刻意而为，或者是安排人主动与他接触，未免落了下乘。凭杨戬的聪明，一眼就能识破这是在演戏给他看。此时杨戬想必知道咱们在暗中，只不过未表现出来罢了。那你准备如何将他引入局中呢？10多年前，这大千世界就开始流传有关上古妖魔之事，为此还招来了一批想要寻宝的炼气师。不过这些炼气师一无所获。当然，这是因我尚未将那妖魔和祖屋惊险安放出去。这传闻此地知晓的人不少，杨戬只要稍微打探就可以探听到。除此之外，我还在这片大千世界他最有可能去探访之地安排了16个小任务，每一个小任务中都隐藏着一些线索，指向最后的试炼地。总之呢，只要他对那一份机缘保持最基本的好奇心，自会被一点点引过去。长庚费心了。玉鼎真人缓缓点头，算是给了一个中肯的评价。太乙真人也竖了个大拇指，干得漂亮。李长寿嘴角轻轻一撇，这话从太乙师兄嘴里说出来，我为何感觉有被冒犯到？莫要多想，贫道可是真心实意说你做得不错，谁都能安排的妥妥当当。太乙真人一阵大笑，李长寿仔细的品味，总觉得这个家伙是在内涵我呢。且说杨戬进入了这片大千世界之后，自身警觉性相当不错。杨戬先是在山林中暗中用仙识观察了那城镇半日，才收起宝剑，收敛气息，更改容貌，赶去城中歇脚。这位玉帝外甥虽然性子沉稳，但是总归是初次下山，也是忍不住左看右看。花花世界迷人眼，这本身就是一门历练。杨戬却只是走走看看，并未真的融入其中。见杨戬行走了小半日，并没有引起旁人太多关注，李长寿出声赞叹：着实不错，可堪大用。玉鼎真人嘴边露出淡淡的微笑，太乙真人却是不以为然的摇摇头，还是觉得自己徒弟更讨人喜欢一些。贵在单纯。杨戬在这城镇之中待了几日，逐渐了解了凡人的状况，以及此地炼气室的现状。接下来他并未如李长寿所想的那般去有意的找炼气室切磋交流，反而故意的躲开这些炼气室，将自己扮作凡人，探寻着师父口中机缘之所在。半个月之后，杨戬决定前往一处规模较大的仙城，打探一下这一片大千世界有无显弟兄弟。这里就是临天殿高层的落脚之地。当杨戬离着这一座仙城越来越近，李长寿本体所在的那个小院氛围就开始逐渐紧张了。就听白泽一声声的问询，江林儿、九九等人拿着一枚枚传信玉符不断的问答。前玄部准备如何？妥了。确定场地没有其他干扰？场地没问题，那里本来就少有人去。很快白泽满意的点点头，转身看向李长寿，面容肃穆，抱拳一礼：请水神下令，各处已准备妥当。李长寿站起身来，先是遥遥地锁定着杨戬的身形，推算着自己安排的剧本是否有漏洞，双目渐渐变得凝重。
只是磨砺杨戬大漠接班人的一小步，却是整个林天殿剧组的一大步。今天能够顺利安排杨戬，明天就能够顺利安排哪吒，后天就能安排猴。哎呀，这个还是算了吧，离得太远了。培养一套信得过的班底，我安心做甩手掌柜，这才是此次行动的最大目的。出手吧。开始。白泽扭头一声轻喝，几只传信玉符瞬间破碎。少顷，李长寿的仙识捕捉到了这般的画面。离着杨戬不过数十里远的一处山林之中，浑身是血的青年男子踉跄着现身，背后的乾坤留下层层波痕，那是中阶幻阵的阵壁波动。这青年男子走出2步就扑倒在地，气若游丝，双目之中满是焦急，想要奋力地站起身来，身上的伤势又太重了一些，法力近乎是空空荡荡。30多里外，正驾云路过的杨戬眉头轻皱，却并未多管闲事，低头加速离开。虽然这青年男子只是元仙境，但不知其善恶好坏，不知那幻阵中藏着什么，选择无视且离开也是明智之举。在这洪荒，烂好人可要不得。对此，天外的太乙真人夸赞不断，玉鼎真人嘴角笑容更浓郁了一些。然而李长寿安排的套路自不只是如此。忽听一声婴孩的啼哭，却见那重伤的元仙男子在袖中取出了一只被层层仙光包裹的银色梭子，其内护着一名婴孩。此时那婴孩正在放声啼哭。这是类似于芥子乾坤的法宝，在此地已经算是难得了。元仙男子面露悲愤与留恋，情绪表达的还颇为到位，一咬牙，用最后的仙力将梭子朝着远处抛掷。少主，属下无能，我死了。言罢，浑身抽搐一二，立刻闭目倒地，生灵气息缓缓消散。李长寿满头的黑线，情绪表达的倒是不错，可这台词功力又是什么鬼啊？稍后让这个家伙当众表演这一段我死了300遍。且看那试炼之地，一阵阴风自山林之中吹出，那幻阵之中飞出了3道身形，俱是真仙境修为，各自杀气腾腾，直接追向那把银梭子。银梭虽是法宝，但是此时已经无仙力加持，飞出10数里就被那3名真仙给追到了。一名女子出手抓下那银梭，嘴角露出少许冷笑，说时迟那时快，这女子的指尖即将触碰到银梭子的一瞬，一只金色仙绳突然现身，将梭子套住，拽飞，一气呵成，毫无停滞。3名追杀而来的真仙来不及做出应对，眼睁睁地看着银梭脱手，攻势都来不及释放。女子皱眉低喝：何人敢多管我天下会的闲事？就听一清朗的嗓音道：婴孩何错之有？话语声中，杨戬那挺拔的身形出现在数百丈外的山坡上，抬起左手做牵引状，那根仙绳飞回杨戬手腕，将他的衣袖捆紧，银梭子顺势落在手中。随之杨戬显露出自己7成实力，浑身道袍鼓胀，一缕血气如同大漠孤烟般冲天而起，右手的宝剑已经出鞘半寸，战意盎然，威势不凡。3名真仙面色一变，眼中满是忌惮，各自向后退了100丈，保持安全距离。见此状，李长寿满意的点点头。这3个家伙倒是不错，值得重点培养。杨戬的应对也算得当，既威慑了敌方，又保留了实力底牌，且不清楚形势如何，并未主动出手。白泽称赞：玉帝的外甥倒是有玉帝几分风采。这一关考教的既是杨戬的仁义之心，也是杨戬躲避因果的能力。当两者不能兼顾，又该如何平衡取舍？白先生，灵台
突然就泛起了熟悉的道韵，太清大道似乎被轻轻拨动，与道心凝成了一个硕大的字眼。来！李长寿精神一振，立刻站起身来，在袖中取了一滴祖屋共工的本源精血，塞到白泽手中。白先生，稍后你来主持，一切按计划行事，务必小心谨慎，莫要出现死伤，最好不要被杨戬识破，被识破也不要暴露天庭。若有急事，就拿出我此前存放的纸人，我自能厉声感应。白泽有些不明所以，忙问发生何事。李长寿的心底也是疑惑呀，只言太清老师有要事相召，自己必须立刻赶过去一趟。当下李长寿对阁楼内其他的几个人拱拱手，左手握住乾坤盾，脚下闪过蓝色毫光，身形唰的一下消失不见。临走之前，李长寿看了一眼杨戬处的情形，见杨戬的表现可圈可点，心底暂时安稳了许多。又借着指导人对玉鼎真人、太乙真人叮嘱几句，李长寿收摄心神，催起乾坤遁法，全力赶回五步洲。老师为何在此时相召？距离此消宫议事还有3年，莫非是老师觉得我做的准备还不够，喊过去指点一番？若真是如此，直接传字不就好了？带着重重疑惑，李长寿匆匆地赶回五步洲，一路毫不吝啬先例，借着乾坤尺施展乾坤遁术，已非风蚀电掣可形容的了。每当先例损耗超过 0.5 成，李长寿就会吞一颗6品灵丹，确保自己随时随地满状态。不过小半日，李长寿就抵达了东海边缘，换作风遁直入9天云外。抵达太清观时，李长寿当真是累得不轻，额头上带着细细的汗水，小心推开虚掩的木门，低头走入其中，对老师行礼之后，抬头看向小庙内坐着的老者。老师提前3年召他前来，必然……忽听太清圣人对着李长寿当面传声，缓声说：“即将赴任紫霄宫。”没了。李长寿先是一愣，随后心底泛起了少许明悟。3年，即将……哦，呵呵，没毛病。李长寿上辈子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人生嘛，总有很多突然，还有一次必然经历的突然，秃头的秃。所以要学会感谢自己，感谢命运对自己的瞎折腾，也感谢自己折腾命运的一切。就比如此时此刻，李长寿就很感谢最近自己这几十年搞出的这一场洪荒舞台剧《杨戬下山》，让他跟自家圣人老师找到了一点共同话题。抵达太清观的第21天，李长寿近乎全部心神回归本体，以确保老师开口说话的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及时的、合理的、符合老师心意的回答。与圣人交流实在是太麻烦。别的不说啊，李长寿现如今严重的怀疑自家老师已经超脱出了洪荒规则，导致本身在时间规则这一块就出现了那么一点点的错乱。3年的时间刻度等于即将，这个说话的间隔稳于半月。凡人一生匆匆数十载，在老师的眼中大抵就如同蜉蝣朝生暮死。这一片天地存在至今的漫长岁月，让老师忘记了原本该有的时间刻度了吧？李长寿心底一叹，将重重的感悟压了回去，莫名的对太清老师多了几分敬佩，又多了几分尊重。道心该是多么平和，多么顺滑，才能让岁月毫无察觉地流淌而过，不会有太多波澜。生灵之顶端便是如此吗？杨戬，不错。突然老师开口了，李长寿一瞬思索，一瞬露出笑容，一瞬以略微低头，温声回答：
他品性良善，坚毅沉稳，确实算是一名优秀的道门后起之秀。你安排的不错。李长寿尴尬的一笑，刚想继续回答，两缕阴阳二气自太清圣人袖中飞出，凝成一张虚淡的太极图，其内现出了无比清晰的画面，真一点像素啊！最让李长寿震惊的是，身为先天至宝开天3件套的太极图，此时竟是如此的温顺，无比顺滑，图老大的威严荡然无存。画面中的那一幕，李长寿此前已经构想过许多次了，感觉颇为熟悉。那英俊的青年道者，未来天庭神将杨戬，持着一把宝剑，面对着前方10多只被黑气包裹、发狂欲要冲击远处村落的妖魔，浑身涌出淡淡金光，双目之中神光展露。他忽而举剑，剑刃划过自己掌心，一滴滴泛着金光的鲜血飘洒而出。来呀！杨戬怒声大喝，那10多只妖魔被他玄体宝血激发，发疯一般的朝着他扑杀而来。杨戬双脚遁地，在地面留下了一条条裂开的沟痕，如离弦之箭，似彗星坠落。剑光爆闪，其身形直接贯穿一头蝙蝠状妖魔，主动冲入妖魔包围，而后单手撕开自己的衣袍，露出淡金色的健美道躯，低头发出怒吼，持剑挥砍。